华为真的不是一般的公司，大家拿它跟辉达比，大家不要忘了，辉达只做晶片，而且不是自己做，只是设计跟卖而已。但华为都自己做，而且华为从通讯、半导体，连手机现在全部都做。还有，它把所有的晶片叠加起来，在云 AI 的这个系统里头，它在最后的总量可以几百个、几万的堆叠，辉达的不可以。所以，其实华为有它厉害的地方，而且华为现在作为中国大陆国家科技最重要的核心，最后华为要跟全世界，包括辉达在内的活力一拼，这个基本上就2026年以及之后华为的宿命。接下来2026我们还会关注到的就是中美之间的 AI 终局之战，华为有没有可能3年内超越辉达？今天一起来做关心。2025年，美国感到威胁的就是华为了，它突然间呢就是彻底的崛起，让美国跟五角大厦都感到非常的不安。华为在过去1年做了非常多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一起的来看，即使是在美国的封锁之下，它还是放话说3年内它可以追上辉达，凭借的3大优势，带观众朋友来看，它每一年都出新产品哦。这个辉达包括它出了这个升腾950啊、960等等，然后一直到970不同的3代晶片。再来就是它在它的算力的利用率上大幅提升了70%。那么它也发展出完成它的 AI 的模型训练，发布新一代的图像生成模型，也就是 GLM Image 等等。所以它喊出的3年内超越辉达，到底有没有可能？上这个怎么看？华为这家公司很有趣，2025年大家还是看到它的厉害。我回想起当时2024年初的时候，我在做这个政论评论的时候，我就说7奈米没问题，哇，所有人都在笑我，包括郑亮兄他们都在笑，不可能不可能，结果果然就做到。在去年2025年，我说5奈米年初的时候没问题，就他说不可能不可能，结果果然还是做到了。华为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公司啦，因为我去过华为好几次，我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那些研发，而且华为作为一个全面战争，现在大家拿它跟辉达比，大家不要忘了，辉达只做晶片，而且辉达不是自己做，辉达让台积电做，辉达只是设计跟卖而已，但华为都自己做，而且华为从通讯、华为从半导体、华为连手机现在全部都做。那今年2026年会不会怎么样？我觉得以他们现在的这个迭代的发展，华为来说，我认为3年不会追过辉达，但是会激进追平。因为我们其实，在2025年已经看到华为的厉害之处，单个晶片来比，当然还是输辉达，遥遥输。但是华为有它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在晶片跟晶片的通讯之间是用光通讯，因为他们搞通讯的，还有它整个 cluster 把所有的这些晶片叠加起来，在一个云 AI 的这个系统里头，它在总体最后的总量，它可以几百个、几万的堆叠，辉达的不可以。所以，如果当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群体战的时候，其实华为可以在现在的算力就可以跟辉达的它的这个所谓 AI 集合打成平手了。所以其实华为有它厉害的地方，但不能小看。就刚刚讲，因为华为什么都做，它的研发，而且它不是上市公司，它不会受到投资方的影响，它拿全部的钱来做研发，你也拿它没辙。而且华为现在作为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国家科技的核心，无论中国大陆有没有给他钱，有没有给他补助，这些都最后华为要跟美国跟全世界最后的科技最厉害，包括辉达在内的活力一拼，这个部分基本上就2026年以及之后华为的宿命。好，所以我们看到2026年的关键企业，我们今天会特别来关注到，请导播帮我们 take 一下，包括 AI 晶片的大厂华为跟寒武纪，这是原先大家就认识的。但是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还会再关注的是中国大陆国产的 GPU 的4小龙，这4家企业包括了看到必任科技、木犀股份、穗源科技跟天数智新等等，哪一家的 AI 的这个晶片厂最有机会成为华为第2？今天中国大陆祭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很多家企业一起来做，到底会不会分散火力，还是反而是更有胜算的？聂老师怎么看？哪一家会成为华为第2？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追上华为，那这最少短期内不会，然后都可以叫做华为第2，因为这真的这个大陆真的是遍地开花呀，那而且是百花齐放。那我们先讲啊，晶片制程嘛，他们这国家的政策去2014年下扎这个 AI 5G。那又打了半导体和晶片的未来的这个打造，真的让这个整个中国的，我最早的成熟制程，刚刚讲到7奈米、5奈米也好的突破，走到了一定的位阶。好，那个还是在
制程，也就是晶片半导体的制作。那当时呢，不管是中芯半导体啊，在上海浦东那个，或者是什么华虹啊、半导体等等，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位阶。但是华为就像刚才讲的，真的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公司。你稍微了解就知道，20多万人的厂里面有11万多的高科技研发工程师，全部都在走未来，讲不好就是 future。而且现在的晶片还不是叫做 AI 晶片，现在谈的是叫做 AI 晶片，那又不得了了，一下子你知道吗？国产 AI 晶片量产遍地开花，最少10几家，有9家现在突破万卡俱乐部。一年卖出1万卡，这一数下去不得了。百度也好，寒武纪也好，木器也好，天数也好，穗源也好，希望也好，一堆。那你觉得中国在干嘛？这些每一家都在比实力，都在比量、比成本、比它的值。我觉得中国的未来真的很可怕。因此呢，国产 GDP 4小龙这4个每一个你都不可以小觑它，因为大家都在这个整个。应该说啊，这个环境使然啊，整个我们讲我们对岸的 AI 环境已经到达一定的位阶。其实我在10年前就写过一个叫做“强国需要强 AI 孩童教育”，去爬文打我名字，我就用了中国把教育从国中小学的改造 AI 课程，然后告诉他说，又写了一篇说，看中国科技的领先来对台湾省思。台湾的前瞻计划在做什么？都在前瞻计划的时候，我说你要知道，这个是环境使然，从教育百年教育使然，整个国家小孩子到甚至生活上的使用都在走 AI， 因此它的厂商都 fit 每一个人的需求，都在走这一块。所以我觉得未来啊，真的中国的未来的不管是哪一型的，因为 AI 还在往前推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世界未来就是 AI， 你懂 AI 就有未来。中国我看起来是最有 AI 未来的一个国家。好，那要发展 AI，其实我们也要特别来关注到，其实背后的这个能源电力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其实美国也很担心说，中国大陆的电力远远的比美国还要更多更好。这是来自于黄仁勋说的，他说 AI 的终局不是算力，是能源。另外一位是马斯克说的，中国的电力供应是美国的3倍。我们看到美国现在也狂盖它的资料中心，甚至是补上它的电网，但是今年有没有可能真的能够立刻的补上呢？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一路说过来，你会发现中国有很多方面都非常厉害，供应链怎么样完整啊，怎么样的电力啦，这个独立发展。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大家应该去想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厉害？就好像我问过一个非常高阶的长官说，为什么北韩这样的国家都可以造潜舰，台湾造不出来？他回答了我一句话，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想，好，因为我们有美国这个朋友。所以你就会一直期望着美国是不是哪天能够帮我们来造这个潜舰，结果他不帮你就没办法。你有没有想过，中国从30年前开始决定要发展这个经济，全面扩展这些工业的时候，他能指望谁？因为你要指望的是一个先进国家，美国啊、日本啊、欧美啊、法国啊、德国，对不对？这些国家可能帮助中国人吗？所以他从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了，所有的东西我要自己来。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所有的供应链都是非常完整的。这是我觉得他今天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说电力哦，你知道我以前还真的没有研究过电力是这么复杂的东西，我现在才知道。你要造个核电厂，你知道多复杂？因为核电厂你知道在海边，不是在那里那个附近用，它要运到一个城市，这一路过去，你知道全是基建呐、那高压电一路送过去。中国这些都非常之厉害，可是美国很多这些都没有。然后中国的执行力啊，我有一次听我们一个同学在大陆在工作，他说有一次中国大陆要准备建一条高速这个公路，要横跨5个省，他就把5个省的这个负责建的人领导拿过来，拿出一个图，每人交你一张，你们回去啊就照这样子去做，大家回去就开始征地这样的话，在一个民主国家你根本不可能。DeepSeek 现在横扫了全球，现在最新消息是连微软的执行长也认了、他说美国输掉了这一场 AI 竞赛，真的是这样子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就深度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一个解析。另外就是 DeepSeek 它在2月的时候会来发布它的这个 V4，那新的记忆架构会不会绕过 HBM 呢？打穿美国的封锁，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大陆现在开发的一整条 AI 路线正在全球难
南方这边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掌握。等一下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目前 DeepSeek 的市占率，尤其在全球南方的表现是特别好的。好，那它现在其实呢，在全球包括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不断的扩张，也让微软的总裁非常的紧张。他说呢，中国大陆 AI 模型 DeepSeek 正在欧美以外的世界全面扩张，而美国他认为很快很可能就会输掉这一场 AI 竞赛了。来，赶快看到的是市占率，在目前中国市场的话，目前是高达了89%，自己在用 DeepSeek。那辛巴威市占也蛮高的17%。特别来看到这当中数字比较高的就是俄罗斯，其实有56%，白俄罗斯，那俄罗斯有43%，古巴也相当的高，目前占比大约是落在49%。微软的研究也特别针对了 DeepSeek 到底强在哪里，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他说 DeepSeek 不是靠最贵的算力跟这个最强的 GPU， 靠的就是低成本。开源可以部署，能够落地，大幅降低了 AI 的门槛。而他认为，接下来下一个10亿的 AI 用户不会在美国，不会在欧洲，而重点就是今天来看到的全球南方国家，他认为会是让 DeepSeek 可以彻底去攻占的地方。我们看到，我们谈了非常多，黄仁勋在谈监管，马斯克谈中国大陆的能源很强，再到微软直接说掉了模型竞争力。中国大陆赢，而我们正在输。美国3大巨头的发言，难道是在承认大陆正在赢得 AI 竞赛吗？这当中技术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占的最重要？厉将军怎么看？这个当全球 AI 的工具在2025年第4季，就上一季来讲的话，全球使用人口是16.3%，但是跟上一季相比，上一季只有15.1%，也就是说短才1季而已。全球使用人口就多了1点多%，这个成长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那 DeepSeek 从这个去年1月份开始开发出来到现在，刚好满1岁ChatGPT 是满3岁。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惊人的进展？那尤其是 DeepSeek， 它之所以能够横扫全球，其实它主要是对开发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到第一个非洲的国家，第二个中东的国家第三个是前苏联的国家。对于这些开发中的国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那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它的这个成本比较低这是第一个。它成本低，那是因为它自己开发的成本就低。我们以 DeepSeek 来讲的话，它做一个训练模型它 V3 的时候训练模型大概只花600万的美元，但是同样如果对比到 ChatGPT Dash 动4这一款的模型来讲的话，它开发成本就超过1亿美元。也因为它的开发成本比较低，所以它提供给客户来用的这种价位就很低。我们这边看到，它现在来讲的话，如果100万的token 来讲的话，它只要0.14美元，然后 OpenAI 来讲的话要2.5美元，对，大概比同级的竞争对手要低了78%。那对于这个开发中国家，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我认为它之所以会对这些开发中国家会有很大吸引力，主要是它的系统属于开源系统那开源系统当然这个它第一个就是说，它这使用的客户他可以去修改或建构它的应用程式它还可以用自己这个公司的这种伺服器或者用私人的云端来做储存，而不必依赖这个大型的依赖外面的伺服器或者云端来使用，所以它用开源系统来讲的话，就可以运用上面是非常的有弹性，那部署上面也可以很灵活。简单的讲就是效果好又好用当然对这些开发国家当然是吸引力很大。我觉得第三个原因，当然 DeepSeek 来讲的话，中国大陆来讲，对于未来的 AI 它有大量的补助，这也是它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它跟华为整个捆绑在一起华为你现在买它的手机里面就有这个 DeepSeek 相关的运用程式绑在它里面。那如果说是借着这个华为的手机可以推广出去，我觉得DeepSeek 跟华为这2家公司可以说是走向双赢。所以未来很可能这个如果说这个因为如果说对照 ChatGPT 来讲的话，它属于这个闭源的系统，那当然开源系统会更加灵活、更加有用。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可能这么快的一个成长，然后尤其 DeepSeek 才出来才1年的时间，那就已经快要赶上 ChatGPT。
那在未来的发展，我觉得等到 V4出来哈，它更有长足的进步。那全世界对于已开发国家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它会推广的更快，然后运用的会更广。好，现在预计是说 DeepSeek 的 V4，刚刚将军帮我们提到是在2月份的时候就会登场。那标榜的就是说它的算力跟记忆体不会被 HBM 跟 GPU 给绑架。杨老师又怎么看这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再来就是 V4能够对目前的 GPT 还有 Gemini 等等带来多大的威胁？现在 DeepSeek 碰到的问题就是它的硬体算力的层面受到了就是硬体的这个限制哈。那在整个算力会受到影响。那可是，在现有的算力跟就是参数如果相同的情况之下，它如何能够提升它的表现，让它又快又聪明？那他就在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梁文峰和北京大学的团队，这篇文章的这个题目叫做《基于条件查找的条件记忆》那大型语言模型稀疏性的新维度，所以它就建构了一个新的，就是等于是叫做这个语言模型。那这个新的语言模型可以在同样的算力，甚至在更小的算力之下，它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这个效率。那因此你就看到它接下来这个 V4的这个模型呢，说要在2月出来，就会以这个所谓的条件记忆的这个架构来去推动。那这个跟过去 V3 甚至跟其他 ChatGPT 都不一样。那这个文章已经发表出来，可是呢，真正会应用是马上 DeepSeek 的这个 V4。那因此你就会看，它会提升模型在知识调用、推理、代码、数学等任务上的表现。所以也就是说，它绕过了必须要有一定规格的这个 GPU 的叫做 HBM 就是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那但因为这个高频宽记忆体在整个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辉达的这些晶片的这个限制，也一方面是国安限制，一方面也希望中国大陆自己本身能够更快的能够技术这个自立自主。所以呢，在这种限制之下，那 DeepSeek 以及大陆的这些开源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呢，能够怎么做？他发表出这一篇文章，也就是新的一种模式。那这个新模式，就基本上其实你被这个打压之后我去寻求一种新的活水，就找到了。那现在这个应用，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效果可能会如何。等它 V4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检验。不过以它在全球的市场跟中国大陆市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的检验度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结果的。好。不过在 AI 领域，美中还是有各自的强项。美国在这一种最强模型上面还是比较强。那中国强调的是，可以复制的 DeepSeek 可以落地，比较容易平易近人等等。到底谁可以走得比较久？那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样子，因为要从几个来看。那个美国的不管 ChatGPT 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 DeepSeek 来看呢，因为 DeepSeek 虽然是这个后面出来，但是有时候会后发先至。为什么？你把人家的版面呢都知道，然后自己再调一下它哪个地方是短板，再把它补强。有时候往往变成后来居上，因为你的我都具备啊，但是我现在就新加出去了，你没有，所以它有这一方面的优势。我们看，然后中国大陆的 DeepSeek 是低价抢进。那低价抢进的状况之下呢，就像我们感觉到，就拿大疆无人机来做比喻，那大家便宜啊，那便宜又好用啊，因为大家很熟悉，那个就几个按钮操纵一下就会飞啦，又会组装又会飞，那这个好方便了。以前感觉到哇，飞无人机好像有点学问，有点技巧你要有点空间概念也可以，不用，你一般的小学生他就会了，就变成你方便。那 ChatGPT 是这样子，但是 DeepSeek 让你更方便，是这个。第二个优势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有普及版跟这个专业版。普及版就这个门槛非常低，那个小学生、中学生他在输入关键字他就会用了。那专业版要钱，那以后普及版到最后都不用，就跟我们讲的 那个 Microsoft 的 Windows 到时候都是免费的啦。接下来关心全国产晶片 AI 的模型，现在突然间横空出世了，在中国大陆。那么北京也另外反手要来封杀美国的 H200软体，希望去西方化
中美科技战正式翻篇。今天一起来做解读。好，川普现在呢最新喊话，他说要有条件的，终于是要来放行他的 H200了。没有想到，我们看中国大陆立刻出现了一个逆袭，直接端出了一个完全不用靠美国的成绩单。他是谁呢？他就是中国 AI 的新创智谱，现在说要跟华为一起合作，他们正式的发布一个是完全国产的新一代图像生成模型 GLN Image。好，包括了接下来从晶片到框架、训练到模型，全部100%都是国产化，完全不把这个有条件放行的 H200放在眼里，也等于是对美国的科技封锁来做出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这个 GLM Image 特别使用的东西，包括了它有这个来自于升腾的训练服务器，还有深思的框架跟多元的模型。重点来了，生成一张图片其实只要0.1元的人民币，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把 AI 从这种高端的奢侈品一下子变成了工业化的耗材，打断了美国高端的这种算力垄断的神话吗？代表说顶级 AI 接下来不用再看美国人的脸色吗？那这个 GLN Image 到底有什么样子厉害的地方？为何能把成本压得这么低？委员怎么看？我们首先解释一下什么叫 GLM Image 哈，这个 GLM 就是通用语言模型，就 General Language Model， 就是用语言在跟机器对话的过程里面可以产生图像。我用中文讲，我用英文讲，什么语言？告诉他说，你帮我画一张思敏的画像啊，他就帮你画出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AI 的运作方式。如果是图像到图像简单，语言到图像，这有时候会难度会比较高，特别是中文的语言。那这一款由智谱跟华为共同合作的 GLM Image 哈，它是用系统来跟什么？跟美国的系统竞争。如果晶片对晶片，可能美国会比较强，但是整个系统的时候，它就是截长补短，变成它有竞争力。但它使用的机器是什么？用升腾的 Atlas 800TA2，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伺服器，在训练伺服器，专门在做 AI 训练用的。然后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呢？它装了一个华为自己做的鲲鹏 CPU， 很强的 CPU， 不 GPU 哦。它 GPU 装在另外一个伺服器中的伺服器。叫做 4U AI 伺服器，那里面装的就是这个升腾的 GPU 晶片它是这样的一层一层架构上去。那这部是硬体的部分，生思的 Mindsport 是什么？他说的好了，我这个晶片可能跟你无法竞争，我就用一个统一架构，让我的这个这个训练伺服器跟周边设备所连成的终端所连成的整个系统效率会赢你，我截长补短赢你。那这个就是那个生思所设计的 Mindsport 的统一计算架构，你就把它想象成 iOS 或者想象成这个华为鸿蒙这种概念，那就可以哈。那再来呢，会完成 SOTA 级的多模态模型训练，就是 SOTA 就是即使我不要以为什么专利，它叫 State of the Art， 它是叫 SOTA 就是目前最顶端的图像，比如说太空船的设计、航空母舰的设计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帮我画我母亲的图像，不是那么简单的，这种很复杂的图像的一个设计等等，那叫 State of the Art，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当前行业上最顶级的图像生成是什么样的图像生成？3D 啦，或者是3D 类什么之类的东西，可是重点在成本。他用这套的全部都是国产的，把成本给压缩到一张图，当然他没有讲这一张图是什么图是0.1元人民币。我老天娘，打遍天下无敌手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即使再复杂了，你这种最基本的都是0.1毛的这个人民币，再复杂了也是比你美国的便宜那便宜的话，工业界就可以用。因为你的太贵了，工业界想让我实验室用就好，我生产线用量那么大，对不对？我要节省成本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它接上3D 列印接上各种机器人等等，很抱歉，它就是成本比你便宜，那效率一样，成本比你便宜，我就可以在业界生存。所以华为这个大陆上有很多新创的 AI 的这些公司很复杂。那如果像智谱懂得切到这个 Mindsport， 就说哎呀，你这个
有一些 GPU、CPU， 一下子什么训练伺服器，一下子 AI 伺服器，还有终端使用，还有在远方也要上来使用，这么复杂，我来设计一个统一计算架构，就是鸿蒙系统那种概念。那我只要让很多操作的很方便，不用太复杂，比如说医院用的，它也可以用，工厂用的也可以用，那太空船发射的也可以用。那请问你，我需要这么多那个什么 AI 程式设计师吗？我成本都整个降下来了。是。那总共来讲，能够到达 SOTA 级的，那是顶端的东西。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的全国产的晶片 AI 模型横空出世。那刚刚说了嘛，价格低到不行，一张图片生成只要0.1元人民币。那现在美国如果说要放行 H200，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还会具有吸引力吗？我们看到是路透社爆料的说，中国海关已经通知辉达 H200了，不准入境。就算你美国开放，但是中国大陆方面现在态度是说，除非必要啦，否则是一律暂停购买的。其实呢，美国当时在放行 H200之前，还有非常多的限制，一共是3重限制。第一个技术阉割，第二个用途追踪，第三个是总量限制。结果没有想到大陆是完全不要了。赖老师怎么看？大陆当然知道美国想要干嘛，美国也要透过这个 H200要掌握你的 AI 的发展方向，跟 AI 的这个使用的一个途径啊，他也想了解透过 H200来掌握中国大陆 AI 的发展现况。所以他当然希望你使用，可是他要完全掌控你这放在哪里。那对大陆来说的话，因为美国的法律有规定，他们的所有的数位产品都必须要留有后门，给他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去无限制的、自由的进出，从后门进出去了解这个使用者他的所有的相关的产品，任何通讯产品、任何数位产品都在他们的法律规范之内。那当然，黄仁勋一直在强调说，他的晶片绝对没有后门，他一直在强调，但是法律有写。可是黄仁勋又强调，他绝对遵守美国的法律，那这个就很特别了嘛。遵守美国的法律，又说没有后门，但是美国法律规定要有后门，那这怎么解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解释开，没有解释开。对大陆来说的话，他知道美国为什么会突然间从 H200从 H20提升到 H200，那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910C 也已经发展起来了，也就是中国的升腾的910C已经出来是对标的，910D 也出来了。那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你在控制 H200的意义不大了。对美国来说，干脆的钓鱼，钓鱼它有3重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我来掌握你的发展，我如果真的有后门的话，我掌握你使用者，我控制住你。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产品追踪。那么如果有后门，哪一天我从中来窃取我所要的资料，所以大陆这边的限制很明白，就是而且已经开会了昨天就开会了，把业者都找来，而且据说是态度很坚决，而且很严厉的，也就是谁违反谁试看看，谁偷偷的想方设法的弄进来，谁违反谁试看看，那也就是这个等于是一种警告了。对，那我相信这种警告是绝对有效的所以如果要进来的就有大学，大学可以进来，但是要经过特批。那因为你大学你要进这个东西，你要做研究H200或者研究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它是怎么运作的，那可以。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用在商业用途不行。那美国的目的在哪里？美国的目的是要打趴你的这个 H200的相类型晶片的一个发展。也就是 AI 晶片的发展产业不让你中国有活路，因为他知道阿里跟腾讯还有他们百度，他们也要自己要做自己的 AI 晶片，他不让你有晶片发展的空间。那他也知道华为已经做出来了，他不让你有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卖，你卖中国大陆告诉你不能进，那不能进的话，等于是保护了中国大陆自己的产业，因为它根据的是你的歧视性行为，根据国家安全法，那你美国的产品不能卖，也没有违反 WTO 的规定，因为这是你美国设的游戏规则，我就按照你的游戏规则用在你身上。这个对黄仁勋的消息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所以它股票蹦一下就往下挫，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
美国的西方的晶片的一个封杀。那其实不只是对于 AI 晶片的一个封杀，现在呢是说连这个有关于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相关的，包括了资安的软体也要完全封杀，而且封杀的这一些软体商都是重量级的，其中一家包括了博通旗下的公司哦，理由当然还是以国家安全为由，一次封锁12家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资安企业，要完全去西方化吗？厉将军怎么看？中美科技战哈，原来都是美国在卡中国的脖子哈。那主要那时候中美科技战主要限制的，我们讲小院高墙，大概就是主要是在晶片方面哈。但是没想到现在中美的科技战已经扩展到资安的软体工程哈，也在做这中美科技战。那现在我觉得以前美国对中国哈通常都是用国家安全为一个借口，为一个理由来卡住中国脖子，不将这些晶片或者将技术提供给中国。现在没想到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来反制中国，然后限制自己国内总共的各个企业不可以买这资安软体这资安软体事实上顾名思义，如果软体工程来讲的话，跟硬体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主要靠的是脑袋嘛。那如果说中国的工程师这个资讯工程师有这能力给他假以时日来讲的话，他一定可以设计出相关的资讯安全的软体所以不见得都要跟你从中国买。我觉得从这方面，从软体来着手跟美国做一个对抗，是最容易下手。硬体的部分，或许你限制于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啦或者是晶片的设计，可能还有很多的门槛要卡住。但是软体纯粹就是靠智慧、靠脑力来设计，所以说中国从这方面来着手，确实是对的。那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总共美国来讲是博通这家公司，它旗下的相关的企业，还有以色列这个 Checkpoint 它底下企业做管理跟限制。中国自己本身来讲，国内的企业够多，它市场也够大。我想，如果说将美国跟以色列这些资安软体公司限制在外，那也可以鼓励自己国内的相关资讯工程的这些设计更好的资安的软体提供国内企业来使用。那我也相信中国自己有这个市场，它应该可以发展做得出来。然后，当然对美国来讲的话，他们就少了一个市场，少了一个生意。好，接下来看到是大陆的晶片大跃进川普的封锁政策完全破功了。我们今天也会另外来关心到是有关于大陆的电力是否称霸全球呢？因为大陆现在要发展 AI。好，赶快来看到是中美的科技大战。现在在说这个2026会不会是一个最后的决胜点呢？最新有几个指标，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大陆在晶片发展上的指标是提前达阵的3个方面。今天会来看到是大陆的第一个晶片崛起，第二个是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布局，最后是在它的算力 AI 发展跟它的电力方面都有非常达标、提前达阵的一个迹象。好，先来看在晶片方面，2025年底的时候，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实质的计算，大陆的半导体设备的国产化已经超过了55%，比原定计划的还要超前5%。其他的国产设备也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不管是科时机的国产化，或者是清洗设备等等再来就是最重要的是它的7奈米晶片，比原先规划2026年的第2季还要提早了，是在2025年前的年底就已经正式的达标了。再来，它的晶片的市占率，国产化晶片市占率从2024年只有25%，已经到去年的35%了，大幅提升了10%左右。AI 发展方面，2027年也要达成这种关键技术的安全与可靠的一个整体供应。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先是这个晶片国产的设备化已经超过50%了，2026会不会就是中美晶片大决胜的一个关键年？其实2026会是一个关键。因为整个这几年来，中国大陆的就是技术自立自主不只是在先进制程已经推进到7奈米，那特别你看到它是在设备、然后材料以及成熟制程的这个市占，其实都往前推进，而且它当初是有一步步的这个规划的。那因为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就是全世界半导体最大的消费地。因为大部分的这些需要用的半导体的这些车子啊、家电啊、白色家电都在中国大陆制造嘛，所以就量而言，
它是绝大部分的消费所在，而大部分就比例而言是成熟这个制程的。成熟制程现在它已经来到35%，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国际上的推估大概到了2030年，中国大陆就会超过50%以上。如果看到这个速度的话，其实大概不用等到2030年，也就一半以上的这个成熟制程、消费电子产品所需要用的这个芯片，都是大陆自己做到，而且它所使用到的材料、设备、装备。那你看到像是去年3月跟10月2次在上海到深圳的电子展当中，光讲一个厂商就叫新凯来，对，它就在各个你看到像是这个就是刻蚀机稍微我们叫曝光机了哈，慢一点，其他的像是薄膜沉积啊或者新起设备啦，这些东西都已经推出来。那只不过是说呢，在适应到成熟制程的时候，大概已经完全可以替代。可是到了先进制程，这还是一个关卡，是没有错。特别要提醒的，就是今天现在这个时间，1月9号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这个 CES， 就全世界最重要的消费电子展，基本上联想、机器人各个品牌，中国大陆的品牌又回去了。你会看到整个英文跟中文的这个报道上面，大概除了美国的 NVIDIA， 因为黄仁勋亲自出席之外，其实整个的焦点，媒体的焦点都在一些最新的机器人设备以及 NVIDIA 就是联想所提出来 AI 装置还有相关的这些项目上面。所以在消费电子在成熟制程上面，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快速的赶上，甚至要主导。但是呢，美国怎么样能够在就是先进的 AI 以及先进制程上继续守得住，那这就是看下一个阶段中国大陆的发展。好，这个是有关于在晶片产业上面的发展提前达阵。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第二个提前达阵的，还有它的 GPU 跟它的 AI 发展。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数据，也就是去年一整年做了一个统计。CG 上面看到大陆的 GPU 市场，华为呢在2025年是拿下了102亿美元的40%市占，正式的超越。虽然辉达也是40%的市占，但是它的金额稍微低一点点，是101亿美元。那么，但是呢，到了2026就会预估会有一个大翻转了。现在说华为预估占比会是50%，也就是从原本的40%上升到50%。辉达会落到第4名，接下来市占甚至可能只有8%。中间卡关的第2、3名包括了 AMD 跟寒武纪，所以等于辉达的市占率从它在中国那时候的高峰95%，一口气不断的下滑，所以呢，难怪这个黄仁勋要一直跟川普喊话说，赶快开放不管是 H200、Blackwell 或者是 Rubin 晶片给大陆吧。另外，这些新秀的厂商4家也快速的崛起，成为大陆的 AI 战力的生力军。不管是这个木犀或者是必任等等，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还有这个天数智新等等，也都快速的崛起，也难怪黄仁勋会非常的担忧。委员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才是问题所在。为什么？美国人在打这一场晶片科技战，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希望中国无法生产高端智慧型手机，所以限制高端智慧型晶片可以卖到中国大陆，或者中国大陆自己设计的高端智慧手机晶片，台积电不准帮他加工，他以为这样就卡住了，因为高端手机智慧晶片必须要在10奈米以下，结果没想到华为突破了，那怎么办呢？好，这哑口无言。接下来想想那还有什么高端的 AI 晶片？那高端的 AI 晶片，不帮你做，你做不出来了吧？那你即使设计的出来，你这个也没有。那目前的确事实的。这个华为也好，海思设计或其他的什么寒武纪啊，这些 AI 晶片，逐渐的跟美国有一点的距离。结果没想到一看，它虽然晶片不如你，但是系统凑一凑，竟然还不输你太多。因为跟手机不一样，手机基本上靠晶片为主，但是 AI 是靠系统为主。我这里稍微插一点别的地方来补足一点，用软体来补足啦，用通信系统来补足。但通信系统偏偏是华为的强项。所以华为的升腾晶片的确是不如辉达的晶片，但是整体系统起来，差不了太多。那你说在川普怎么办？然后辉达就很急了，你不帮我卖，他就越做越好。那我这不是白搭了吗？那所以川普要管制也不是，不管制也不是。
然后中国的晶片产业，他们想到一招，那我不让你做晶片制造设备总可以吧？那现在来了，刚才你讲的很对啊，我跟他解释一下晶片制造程序哈。晶片制造是晶片线进去，第一道清洗啊，那第二道薄膜沉积，简单讲，在上面贴一层，以后要做光刻用的叫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因为薄膜会有很多清洗，那清洗完了以后开始光刻，刻完了以后再清洗，那这是第一层。啊，因为它有好几层啊，好几层的电线，然后清洗完了以后，再薄膜沉积，然后再清洗，再光刻，这是好几道程序去把它叠出来的。那好，那你总该不会做这么高端清洗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那你总不会做这么高端的薄膜沉积设备吧？对不起，做出来了。你现在做不出光刻机吧？好像快要做出来了，所以川普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管制这个也不对，不管制这，你管制你失去市场，你不管制，可是他又迎头赶上，他该怎么办？他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担心的不只是川普，不只是黄仁勋，其实担心的还有这个美国的科技业大咖，包括了马斯克等人哦。我们来看到马斯克，他特别讲说，未来在发展 AI 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有关于算力。那算力的关键又是来自于电力，尤其现在马斯克很担心大陆在这个电力上面的发展，他认为展现了巨大的优势，他甚至预估，有就是2026今年哦，大陆的电力发电量会是美国的3倍。那我们也来看到说，大陆到底怎么来做这个电力，用的就是他做的这个方法，叫做西电东送，让这些西部的丰沛的绿电可以送到东部去，支撑东部的 AI 运算。现在规模已经达到了4.2亿千瓦，绿能占比高达30%。那另外一方面也会做东数西算，也就是说，在东边的这些城市呢的海量数据，它会传到西部的这些土地丰富的地方来做运算跟储存。AI 大战，张景老师怎么看？我想啊，大家要知道，这个马斯克讲的是对，但也不完全对，因为电力是建立这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你所需要的相关的包含晶片在内的电子元件的各种的硬体，以及各种的演算法、程式、网络科技、通信科技，还有未来如何做市场管理。